这支有望不倒翁电动扫震牙刷不是普通的低端电动牙刷换个外壳，它的扫震和抗负载确实有硬件基础。如果价格合适，它算是一支有设计、有用料、也有技术含量的电动牙刷。牙刷不大，里面倒是没少折腾啊。各位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第一次拆电动牙刷，而且这台不是普通牙刷啊，它叫有望不倒翁扫震电动牙刷，型号是 DY2636。这个产品官方宣传的东西挺多，有扫震清扫、不倒翁设计、刷头收纳，还有类似杀菌干燥这一套功能，听起来不像一支牙刷啊，更像是把小家电的配置全部都塞进来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那么这个所谓的扫震到底是真有刷头的运动结构，还是普通的超声波牙刷换了个更高级的说法？这些附加功能又有没有真实的硬件支撑？今天我们就从外观体验、震动波形一路测到拆解电路，看看这支牙刷里面到底有没有真东西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，包装盒是全白色的，正面是产品的概念图片，有望不倒翁扫震电动牙刷，正面是有望的 logo， 背面是产品的规格信息。产品开封是拉条式的啊，我们把它打开，天地盖的盒子设计，牙刷的底座、牙刷主体、快速指南一本，还有2个小盒子，充电线1根，刷头1个，另外一个盒子还有一个备用刷头。详细的产品说明书，2只刷头，一只是细软刷毛，另一只要偏硬一点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。整个产品设计还是非常简约的，有望的 logo、电池标识、飞行模式标识，然后一个按键，拿在手上不是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啊。底部是 Type-C 的充电口，充电规格是5伏1安。然后它的不倒翁底座，牙刷直接放在上面，确实是一个不倒翁的设计啊。牙刷刷柄的宽度为29毫米，高度为31毫米，刷柄的长度135毫米。牙刷连底座放在一起是436克，单底座重量298克，单牙刷重量138克。这张快速使用指南上面档位显示都写得很清楚，它有3种模式，然后按键的功能、电量指示灯的含义，还有这种小提示上面都写的有，大家使用前务必要看一下啊。外观部分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，我们现在就是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。兄弟们，这个电动牙刷它的性能表现怎么样？我们测试了就知道了。我们先来看它3个档位扫震模式刷头的摆幅情况。这个刷头我已经用了几天了，所以说我们不用这个来测试，我们用这一个软毛的刷头来做测试。现在是3个档位的扫震摆幅。这里我把 PVDF 压电薄膜贴在这个牙刷头部，用示波器来观察3档的震动响应。可以看到1档和2档的波形形态比较接近，2档只是幅度稍微高一点，所以实际手感差别也不算明显。到了第3档，波形幅度明显拉大，震动的能量上来了，体感也会更强一些。也就是说，这3个档里面，1档和2档更像是轻微的强度区分，3档才是真正拉开差距的强力档。接着我用电子秤做刷头的下压力测试，1档大约是 1.2 公斤的时候，已经憋得要提不停的感觉。2档继续加到 2.2 公斤，没有出现憋停。3档就更夸张了啊，最大压到 3.7 公斤左右，仍然没有憋停。主要是我怕这个刷头连接处被压断，所以没有继续加压。这个测试不代表正常刷牙力度，只是看它的电机和传动抗负载能力。3档确实是明显更能扛的强力档。刷头部分简单看一下，材料用的是杜邦刷毛，2种规格，中硬度刷毛加细尖刷毛。中硬度刷毛主要负责牙面清洁，细尖软毛更适合接触牙龈边缘和齿缝区域。毛端处理上有磨圆和磨尖2种思路，一个偏安全支撑，
一个偏柔软深入。织毛方面采用的是无铜织毛工艺，减少金属片氧化和藏污的风险。对电动牙刷这种长期接触水的产品来说，这个直通工艺是一个加分项。接下来我把噪音、续航和使用感受放在一起来说啊。先看噪音测试，这个测试之前，我这里的工作台环境底噪是 46.6 dBA， 测试我是保持的10厘米的距离，在同样的距离下，这支牙刷一档30秒等效升级是50 dBA， 二档是 49.4 dBA， 三档是 51.5 dBA， 也就是说它整体的噪音并不大，一档和二档基本拉不开差距，三档因为振动输出明显更强，所以声音会略高一点点，但是还没有到吵人的程度。这个数据是咱们平时的日常环境测出来的结果，只作为同环境同距离下的横向对比。50 dBA 的水平已经是很安静的噪音了啊。再看它的充电和续航，这个就是普通的5伏基础功率的充电，充电速度虽然不算快，但是这个电动牙刷的功耗本身就不高，所以重点不是看它充电有多快，而是一次充满能用多久。按我这段时间的使用感受，如果每天早晚刷一次，正常10天半个月左右充一次电没有问题的。实际刷牙体验上，我用起来一档和二档就跟我们测试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，都是很温和的。三档明显强很多，前面的压垫片波形和压力测试也能对应上。清洁力这部分我不做牙菌斑的清洁率结论，只说我个人感受。刷完牙面确实有比较明显的光滑感，我这段时间都是用的二档，三档的力道啊，我有点不适应。牙龈敏感的人跟我一样，还是从一档或者二档开始更稳妥。整体结合我前面的使用来看，这玩意儿真的不虚。前面测试看完，这支牙刷的3档差异、抗负载能力和噪音表现基本都有数了啊。接下来我们直接看内部结构，它到底用什么电机，防水怎么做，电池和充电电路有没有缩水，所谓的不倒翁和少震里面有没有真正的结构支撑。首先这个不倒翁底座底部是椭圆形的，有漏水孔，这个是结构件，咱们就不拆它了。刚刚做过压力测试的刷头啊，电子产品拆解以后就会丢失保修，请大家不要模仿，要看拆解直接看我的视频就可以了。这个不倒翁电动牙刷拆开之后，我们先看它的做工和用料。它的刷头部分使用的是杜邦刷毛，同时配了中硬度刷毛和细软的尖毛，兼顾清洁力度和牙龈边缘的接触舒适度。防水方面，底部盖子双层硅胶密封圈， C 口位置整仓灌胶处理，电机端子定制的硅胶密封圈，几个积水风险比较高的位置都有专门处理。内部的结构上，电机主板和电池的固定支架用的是黑色的尼龙材料，并且加了缓震，这里电机是重点。这个电机是有望自研，深圳雷文斯科技代工制造的一款3箱振动电机，电机本体的直径是17毫米，高度是45毫米长度，这个体积在电动牙刷里面不算小啊。前端是金属输出轴，负责带动刷头做扫震动作，外壳上还有多块缓震材料，配合尼龙支架固定，减少震动直接传到外壳。前面压力测试里
23档抗负载能力明显更强。拆到这颗电机以后，硬件原因就比较清楚了。电池是2串900毫安时，7.4伏输出的2串电池组，这个电压更利于电机的动力输出。电路方面，充电芯片使用的是深圳硬极星科技的 IP2323，通过5伏的输入升压给2串电池进行充电。主控使用的是南京宁欧创新电子的 LKS32MC 系列 MCU， 这是一颗电机控制专用主控。靠近电机软排线的位置还有一颗 70Q8545 的小芯片，结合这个位置和走线判断，大概率是3相电机驱动功率级。电机的软排线上面还有一颗 XHA 的小芯片，这个更像是霍尔或者是磁位置检测器件。所以整体看下来，这支牙刷不是普通的2根线小马达印证，而是2串电池升压充电，自研3相电机专用电机控制 MCU， 再加位置检测和功率级驱动一套完整的方案。视频最后说一下我的整体看法。刚开始看到不倒翁、少震这些卖点的时候，我其实有点怀疑，毕竟小家电最容易把概念堆得很满。但实际测拆之后，这支牙刷不是靠外观和宣传撑起来的产品，内部确实有一套完整的电机和防水结构。使用体验上，1档、2档更适合日常温和刷牙，区别不算特别大。3档力度明显更足，适合喜欢强一点清洁感的人。噪声控制也不错，没有那种廉价马达印证刚好的感觉。续航方面，它不是快充路线，但牙刷本身功耗是非常低的，日常10天半个月补一次电，使用压力不大。我说的是补电。拆解之后，我觉得它最大的亮点不是不倒翁的外观，而是这套自研3相电机和控制方案。它的抗负载能力、3档差异、防水密封都在内部结构都能找到对应的原因。当然，它也不是完美的产品，比如1、2档区分度比较小，还有后期刷头更换成本和替换的便利性，这个就要看有望官方的配件供应了啊。所以我的结论就是，这支有望不倒翁电动少震牙刷不是普通的低端电动牙刷换个外壳，它的少震和抗负载确实有硬件基础。如果价格合适，它算是一支有设计、有用料、也有技术含量的电动牙刷，更适合长期使用主义，质感硬件到位。不倒翁设计加上本身过硬的树脂，能大大降低损坏率。牙刷不大，里面倒是没少折腾啊。测试为了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测摘，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仔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